情感不仅是巫术的诱因，也贯穿于巫术的实施过程之中。马林诺夫斯基曾以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巫姑树为例，提供了一段极为细致的现场观察。詹一新教授在书中全文引用了这段描述，我们不妨一同进入这个充满情感张力的仪式现场。施术者向做法对象的替身念着咒语，怒气冲冲，如同发狂一般。他用针直刺，刺入之后左右摇摆，仿佛要扩大对象的伤害，然后突然抽出。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表演了刺害的动作，而且表演了与这行为相关联的全部情感。当他向对象念咒语时，他模仿着对象逐渐衰弱的状态，声音越来越低，仿佛对象的气息正在消逝。念到最关键的口诀时，他的声音沉入最低，仿佛对象已经死去。整个仪式被笼罩在死亡与愤恨的空气之中。马林诺夫斯基对这段观察的总结极具洞察力。这种活跃的表情本身是目的，而意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句话值得细细品味。本身是目的，情感的宣泄本身就是仪式的目的之一。施术者通过表演愤怒和仇恨，释放了内心的紧张，意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情感表演同时被认为具有实际的效力，它能够将表演中的状态传递给远方的对象，使其真实地发生。詹一新教授由此衍生出一个关于艺术起源的重要推论：戏剧艺术很可能就是由这种远古的情感巫术手段直接发展而来的。当巫术的时效性逐渐被怀疑，其情感宣泄和模仿表演的形式却被保留下来，转化为一种独立的审美活动。这一点我们在后续讨论艺术起源时还会深入展开。然而展教授在肯定情感的重要作用之后，笔锋一转，回到了他始终坚持的理论立场。尽管情感在巫术的诱发和实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展教授认为它仍然不是巫术得以建立的最终原因。他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追问：施术者在此地表演对象衰弱或死亡的状态，他凭什么相信这种表演能够导致彼地的对象真实地发生同样的状态呢？这种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之间的因果关联是如何在他的头脑中建立起来的？这个问题情感本身无法回答。情感可以解释人为什么想要去撕毁照片，因为愤怒需要出口，但情感无法解释人为什么相信撕毁照片就能伤害照片中的人。前者是动机，后者是认知，而巫术之所以是巫术，恰恰在于这种认知上的因果错置。詹一新的结论是，情感对于巫术的诱发和实施确实有重大关系，但最终使巫术得以建立的原因，还是要从人类对因果关系认识的思维方式上来寻找答案。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区分：如果我们将思维的概念扩大到不限于抽象思维的范畴，那么思维可以包括情感思维、具体思维和抽象思维等不同层面。从这个角度看，高等动物也都有某种程度的思维。我们很容易在驯养动物身上观察到情感活动和带有智力因素的行为。狗会因喜怒哀乐而出现相应的行为，甚至能够奋不顾身地营救受难的主人。但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动物能够进行抽象思维，这意味着情感表现带有更多的本能性质，它不足以将人类的巫术行为与动物的情绪反应从根本上区分开来。使巫术成为巫术的那个关键要素，仍然是抽象思维层面的因果联想，无论这种联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越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低级阶段，情感因素就越是强烈地支配着思维和行为。即使在今天，情感因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的判断。这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社会依然残存着大量巫术性质的行为，不是因为现代人的认知能力与原始人相当，而是因为情感的逻辑从来不曾被理性的逻辑完全取代。总结来说，情感说为巫术起源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心理维度，它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巫术行为与日常情感体验之间的连续性。巫术不是某种脱离人类正常心理的怪异产物，它扎根于每一个普通人都曾经经历过的情感时刻。当
你愤怒地撕毁一张照片时，当你对着空椅子说出未曾出口的话时，你已经走在了巫术的边缘。但它的局限同样清晰，情感是巫术的催化剂，却不是巫术的认知根源。情感可以解释为什么做，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做。前者是动力问题，后者是结构问题。而巫术之为巫术，恰恰在于后者，在于那种将象征等同于现实，将模仿等同于实效的特定的因果认知方式。如果说泰勒的理论描绘了巫术的骨架，错误的因果联想，那么情感说描绘的则是巫术的血肉，驱动这些联想的人类情感。两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但若论何者为根本，詹一新教授的答案始终如一：巫术的最终起源仍在人类的思维方式之中。